欢迎来到 Eric 凯的电台，我是 Eric。这一期我们来聊一下腰带，是训练时的腰带。腰带可以说是在健身房出镜率最高的训练护具了。根据01年的这篇论文，对多名无腰带平均最大深蹲重量达到156千克或者达到 1.8 倍体重的有经验训练者进行了这个研究，发现在同样的重量下深蹲，使用腰带要比不使用腰带完成动作的时间更快，向心收缩和离心收缩的这个阶段均是如此。而从另外一篇研究也同样能发现，有腰带情况下的深蹲比同等重量下无腰带完成的时间更快，并且突破粘滞点的时间更短。我们知道，面对同样的重量、同样的做工距离完成的时间缩短了，那么就意味着功率提高了，肌肉瞬时产生的力量也就更大。因此，从这一点来看，正确的使用腰带确实能提高运动表现，特别是绝对力量这一块。有了腰带的加持，往往能给训练者带来5%到15%的提升。虽然这听上去很诱人，但我却并不建议你使用它，至少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为什么呢？要理清这个问题，我们得先从健身教练口中一个高频词汇“收紧核心”开始说起。当我们在做力量训练的时候，绝大多数动作都需要我们收紧核心来完成。广义的核心包含了从大腿的上端到胸腔下端这一整段躯体，但是我们通常更喜欢用核心来指代这个腹腔这一段圆柱体。收紧核心指的便是让这一段柱体保持刚性，而不是软绵绵的状态。那为什么你的教练要再三强调你要收紧核心呢？收紧核心 ，Come on， 快！就是不收，你打我啊！就是不收。那为什么你的教练要再三强调你要收紧核心呢？不为别的，就是为了保护你的脊柱脊柱它是有个正常的生理曲度的，我们需要尽可能的让它处在这样一个合理的位置上，尤其是在负重状态下，过度的屈曲或者是过度的伸展脊柱都是应当极力避免的。只有当我们收紧了核心，让腹腔形成一个坚硬的圆柱体，这样才能从脊柱的前侧进行支撑，而脊柱后侧则是由我们的这个竖脊肌施加一个纵向的力来拉住，这样一前一后的包夹就能让脊柱得到充分的保护了。那如何才能像我刚才说的那样保持这个腹腔的刚性呢？这里就要涉及到另外一个名词，腹内压即腹腔内部的压力。要想让核心保持刚性，就需要通过提升腹内压来得以实现这一点不难理解，一个充满气的篮球肯定是比这个瘪着篮球硬度更高，对吧？而提升腹内压，我们需要做到2点。第一，通过腹式呼吸给腹腔一个向外扩张的力并屏住。这里说个题外话，要是大家想听关于训练中呼吸的技巧，就把安排打在公屏上。第二，收紧腹腔一周所有的肌肉，包括了这个浅层的腹直肌、腹外斜肌中间层的腹内斜肌，以及最深层也是最重要的腹横肌，以此给到这个腹腔一个向内收的力当这个向内向外2个力相互制衡了，这时你的腹腔就如同一个充满了气的篮球，坚硬无比了。说人话咳嗽会吧？来一个停，就这感觉了。强壮的核心足以在举起重物的过程中提供足够的支撑力来稳定脊柱。那为什么我不能通过腰带来直接获得这个足够的支撑力呢？因为腰带提供的支撑会削弱腹外斜肌和腹横肌的参与度，从而让长在你身上的这个肌肉腰带得不到应有的强化。这个就像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小时候电视上经常有个叫贝贝佳的广告，有印象的扣1。说是用来矫正青少年的姿态问题同样的道理，如果是肌肉层面而非骨骼层面的问题，通过外力的帮忙并不会增加你自身用来维持正确姿态的肌肉力量。甭管你戴多久，只要摘了，该啥样还啥样。要想根本问题得到解决，还是得提升维持该姿态的相关肌肉的力量。如果你的训练目标是一组完成比如说5RM以上8个、12个等等，这个重量使用腰带并没有任何意义。其次，并不是所有的训练动作都需要极大的腹内压来提供支撑。深蹲、硬拉、大重量杠铃划船、奥举等动作比较吃核心其他的绝大部分动作只需要保持常规的收紧状态即可，根本没必要用到腰带的辅助。此外，如果你不用腰带和用腰带的情况下成绩差距较大，建议就不要过度依赖腰带了，应当多进行核心区域的训练提高自身内部的稳定能力。有些人说我经常看到一些练得不错的爱好者喜欢全程扎着腰带训练，据说貌似能缩小腰围。其实说句实话，减小腰围只有3种途径：第一，减脂；第二，提高腹部肌肉力量，尤其是腹横肌；第三，长期的不良挤压迫使内脏移位。这个参考19世纪西方女性的束腰。当然，这个是极其不正确的行为。
首先，低于5RM 重量下的深蹲、硬拉、站姿推举划船等动作，尤其是做1RM 最大力量组的时候，因为大重量下对核心的刚性要求更高，需要更大的分内压来提供支撑。这种情况下，腰带就是一个极其不错的辅助工具了。奥举的话视情况而定，因为有些人带上这个腰带会导致灵活度的下降。至于卧推该不该带，那得看你做的是哪一种卧推。如果是普通卧推，就算重量再大，也并不需要。如果是力量举式卧推，可以，因为运动员为了推起更大的重量需要起桥这就需要用到腰带来对腰椎进行额外的保护。好，这里是 Eric 凯的电台，咱们下期。